我喜欢吃面条。那我今天给你做拌面、焖面、清汤面，再加一个油泼面。那里边能加肉吗？我每个都给你放肉，怎么样？谢谢，我害羞。加盟小厨房，今天呢带大家逛一逛 Trader Joe's， 用这里的20个食材给大家做4道中式面条。谢谢你给我做面条，我也太幸福了。第一个推荐的呢是 Trader Joe's 的一个新品芝麻酱，它是烤过的、调过味儿的，味道呢比较接近于我们之前在 Costco 推荐的那个丘比芝麻酱，但是我觉得它在调味上要比丘比芝麻酱更好吃一点，因为它这个味道出来更清爽。它这个酸甜的这个掌握，我觉得更明确一些。上一期呢，给大家推荐过 Tahini 的芝麻酱，它是纯芝麻，而且是没有烤过的芝麻，它什么调味都没有。这2款芝麻酱，我觉得用途上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一款呢，就是因为它没有调过味嘛，它的发挥空间呢会更大一些。那这一款呢，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咱们厨房小白，就不需要动脑筋了，它里边连盐都有了，所以我们要如果拌个沙拉呀，直接一倒就可以了。它还可以腌，然后还可以作为蘸料，所以超级推荐。煮熟了的鸡蛋，这一袋呢有6个鸡蛋，鸡蛋黄呢是全熟的，然后是剥了壳的，直接拿来就能用的。如果你比较赶时间，那就推荐这个，非常的方便。接下来推荐的呢是这种波斯小黄瓜的，Trader Joe's呢买2种波斯小黄瓜，我比较推荐这个 organic 的。如果有 organic 的话，我们就倾向于选择这种有机的，因为有机的出来的品质就是会好很多啊。这一盒呢是1磅，这个是 rosemary 的火腿馅，它一打开那个味道就窜出来了，特别重的那个 rosemary 的那种味儿，非常非常好闻的。它用来拌沙拉呀，或者是做个面条啊什么的，就是作为配菜，我觉得特别的好，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或者是防腐剂，它都没有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，放心的吃。Trader Joe's的这款意大利细面非常非常的细，它叫 Capellini， 在其他的超市不太容易找到。从口感上来讲，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条的口感差别并不大，它的升糖指数非常的低，只有40多，一般我们传统的那种面条的升糖指数是80多，就连我们印象中像什么荞麦面呀这种粗粮也有60多，所以超级推荐这个意大利面去作为我们传统面条的一个平替，我觉得是非常好，比较健康。Trader Joe's 呢一共有3款这种细面，但是我最推荐的就是这种极细的，因为它非常容易煮，几分钟就煮好了，而它吃起来这个口感呢我觉得更好，尤其是跟酱拌在一起的话，它的那个裹的酱会更多，这样味道吃起来更足。这一包是1磅，1磅只要99分，非常划算，超级推荐。接下来我要用以上食材给大家做一个麻酱面。水开了以后，我们下意面。这种细的意面呢，煮6到7分钟就可以了。煮意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在水里面撒上一点盐，这样的话呢，防止煮出来的意面粘黏，而且会更入味儿，更好吃。拿一个工具把它弄碎。好的，提前准备好的黄瓜切成丝儿，火腿片切成丝儿。下面我们做一个调料，1/4杯的葱花，然后我们再放2茶匙的蒜泥，1茶匙的姜泥，大约2茶匙的香油，1/4茶匙的盐，1/4茶匙的糖，1茶匙的芝麻，2汤匙的芝麻酱，搅匀。淋一个热油，这个热油大概是3-4汤匙，太香了。好嘞，过了水的凉面放进去，酱汁儿给它倒进去，搅拌均匀。煮鸡蛋呀，它会吸收这个汤汁儿，这样我们拌出来的麻酱面就更入味儿，它就没有那么多汤汤水水了。每一样都好吃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就是
它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说，你不要吃的，因为它太顺溜了，你不要吃太快，吃太快可能会不太舒服。但是它太好吃了，你可能会停不下来。所以建议你可以再往里面撒点花生豆啊什么的，这个也是个小技巧，就是你吃的时候呢，会花额外的时间去咀嚼它，这样你就不会吃的特别快了，也不会那么难受了就。成功推荐。岂止成功啊！妈妈，我好爱你哟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怎么都喝多了呀？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呢是 Dipping Sauce 饺子的蘸料，我看了一眼它的成分啊，大家听一下：酱油、醋、芝麻油、蒜、姜、盐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中式调料，而且是个万能调料。炒菜。对了，我就拿它炒过菜、煮过汤，味道1级棒。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综合调料，而且它也完全可以用来做我们中式的凉菜的调料，所以不要错过。接下来推荐的呢是冷冻的姜泥和蒜泥，这个在之前的节目里给大家推荐过，现在详细的说一下。后面已经给你做成一格一格的，一共20格，这一格呢就是1茶匙的量，你也比较好计算。它的姜味跟蒜味都非常的重，它的保存是冷冻的，你就知道它里面其实是没有含防腐剂什么那些化学添加剂的，超级推荐。上海青也推荐过，没啥好说的，就是有机的，挺好的，买吧。吃多肉卖的这款宽的意大利面，它的口感和我们中式传统的宽的那种面条非常接近，所以超级推荐。只要是意大利面，就是上面写个 pasta 的，基本上它的升糖指数都是40多，所以为了健康着想，我真的超级推荐用意大利面去平替我们传统的那个面条。接下来推荐一个饮品啊，这是 Trader Joe 的冰红茶，它是浓缩的，然后是没有加任何糖的，所以它的卡路里是0。追求健康、瘦身、减肥的朋友可以看过来。这个呢，大家可以理解为是燕麦奶精。我们一说到奶精，大家都知道奶精是不含有任何乳制品的，它呢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，我们喝咖啡啊或喝茶用的一个伴侣，所以也叫咖啡伴侣或茶伴侣。它是含有 brown sugar 的，就是有红糖的。一会儿呢，我会用这2样东西给大家做一个传统的饮品，至于是什么呢，我先卖个关子。下面呢，我们先用这些东西给大家做一个油泼面。水烧开了，我们把面放进去，一样的步骤。面条宽，所以我们要煮6到7分钟。一样的，我已经在这个水里面撒过盐了，大约煮了5分钟左右的时间。我们把提前洗好、准备好的上海青放进去，再煮2分钟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准备一下油泼面的料，碗里呢是大概1/4杯的葱花，2茶匙的这个蒜泥，1/4茶匙的盐，1茶匙的芝麻，1茶匙的辣椒粉，烧一个大约3到4汤匙的热油一淋，迅速搅匀。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饺子蘸料，我们放上1到2汤匙，酱汁往这个面上一倒，把它抓匀。来点培根碎，因为老麦同学说了，每一个面都要有肉。我这个培根碎呢是用微波炉煨了40秒。我们用这个红茶和奶精呢，给大家做一个夏日饮品，正好配上刚才的那个油泼面。玻璃杯里放了半杯的冰块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倒红茶，大概倒2/3杯，倒上大约1到2汤匙的奶精。搅匀，速成版的没有珍珠的珍珠奶茶。我用我的人格担保，跟外面卖的珍珠奶茶的那个味儿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没有珍珠而已。燕麦的奶精它基本上没有燕麦的味儿，但是它红糖味儿非常的足，所以这个奶茶的味儿特别正。哇，太好喝了！这个油泼面的面呀，跟传统的油泼面的面，我觉得无论从味道上还是口感上都非常的接近。而且咱们这个油泼面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，升糖呢也没有那么的快，吃完也不会晕碳水。我觉得培根碎加的非常的成功，让这道菜的口感又丰富起来，并且它又有了肉，越皮越香。
在这里你看，咬一口，里面是什么样的啊？你看，这里面是这样。等一下啊，再重新跟你们去太敬业了。辣！接下来推荐的呢是牛肉高汤。在之前的节目里呢，我们反复的推荐过牛肉高汤。那么Trader Joe也有卖的。这一款的特点呢是不含麸质、低脂肪，但是它含盐，所以大家在用到它的时候呢，在用盐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，不要放盐过多。你在用它之前呢，你要晃一晃。打开之后呢，就要放在冰箱里储存了。打开之后的保质期呢是7到10天，大家注意一下。一提到牛肉高汤呢，就有很多朋友心里犯嘀咕，就说这里边会不会跟我做的不一样啊？会不会有防腐剂和这个化学添加剂啊？没有，它跟我们自己在家做的牛肉高汤的步骤都差不多，特点就是方便省事儿快捷，超级推荐。在之前的节目里呢，已经给大家推荐过这款辣椒酱，它其实可以理解成我们中式的辣椒油，就是油辣子。然后唯一不同的呢，就是里面有洋葱碎，口感上呢会更丰富。接下来推荐的这个也是在之前的节目里推荐过，我们用它来做过牛肉卷饼，非常好吃，受到了广大朋友的喜爱。广大朋友。就是有个朋友叫广大，这个呢就是牛肉片儿，它是熟的，开袋即食，所以呢用起来非常的方便，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厨房小白。面条和配菜呢跟上一道是一样的，所以接下来用以下食材再给大家做一个牛肉清汤面。先把锅打开，我们先把牛肉汤舀一下。把这一盒牛肉汤都倒进去了，牛肉汤多少取决于你有几口人，然后吃多少的面。放大约1/4茶匙的盐，大约1茶匙的蚝油，搅一下。汤已经烧开了，我们现在下面，我还是用的这种意大利宽面，当然你也可以用细面，这个根据您个人的喜好。我们定上时，煮上5分钟。5分钟以后呢，我们把准备好的上海青，我已经洗干净了，也切好了，放进去。放进去以后呢，我们再开大火，开着盖煮2分钟就行了。2分钟已经到了，我们现在把牛肉片儿放进去。好，可以关火了。好，我们已经把它盛到碗里面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放Trader Joe的辣油。再撒点葱花，来上点香菜，老麦那碗我没有给它放辣椒油，老家基本也放一老家就是辣椒油了。你再说一遍，辣椒油，好吃，好吃。这个汤好喝，这个汤在煮的时候就有那个香味往外飘了。我如果说是一般餐馆级别的，可能会有人不相信，但是你做一碗你就知道了。你就捧着碗喝吧。我就要捧着碗喝呀。嘿，真香！点赞，点赞，点赞。有机的四季豆。它是洗好了的，已经给你处理好了，这个头啊什么的都已经掐好了 ，ready to use， 开袋就能用，非常的简单，然后非常省事儿，适合我们这些懒人。这标签够多。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牛肉高汤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Trader Joe's 的鸡肉高汤啊，它基本上原理啊都是一样的。这个跟牛肉高汤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低盐版的。就是这个相对来讲更健康一些，可以应用的场景和发挥的空间也用更大一些。这个 Bros 跟 Stock 的区别，在之前节目其实说过，这 Bros 就是它有肉有骨一起煮的，营养价值更丰富一些，蛋白质含量更高一些啊。如果要是 Stock 的话，基本上就是骨头熬出来的汤，它就没有肉了，所以它在营养价值上呢稍微低一点，还有浓稠度和颜色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，所以还是尽量选择 Bros 的高汤。
这一款培根呢，在 Trader Joe 的第2期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，我当时用它做的炒腊肉非常好吃，很多朋友也都反应非常棒。那么我今天也要用它再做一个面类的美食，又是一个 pasta， 这个呢是菠菜的 pasta。我觉得它这个宽度呢，正好用来做我们一些中式面条的这个菜谱，是非常合适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这几样食材给大家做一个豆角焖面。我们在锅里面喷点油，把切好的这个培根放进去，我是用了一半，把它尽量的都平摊在锅底下，感觉下面有一点焦焦的了，我们就可以给它翻面。大家可以看这个油脂都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可以放提前准备好的葱花，1茶匙姜泥，2茶匙蒜泥，爆香。这个豆角可方便了，咱也不用洗，咱也不用处理了，咱就直接往锅里这么一扔。哇塞，太香了！放大约1到2茶匙的老抽，1到2茶匙的生抽，1到2茶匙的蚝油，忒香了。这好像就一道菜了，不用搁焖面。放点盐，1/4茶匙，1/4茶匙的糖，关小火，菠菜 pasta 往里这么一放，鸡汤来了。因为咱们这个用的是意面焖的，所以它比较干。我采取的方法呢，就是给它倒一下，让这个菜在上面，面在下面，把盖子盖上，中小火焖上10到15分钟。这个过程中我们去检查一下，看看它的熟成度，如果熟了就可以了。12分钟左右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这太好吃了，我决定把这道菜升级为我家的招待客人的菜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就跟咱们传统的那个做焖面的那个面的那个质感是一样的，而且这个面又有营养，升糖又低，然后再配合上这个腊肉。吃肉了，我吃了，我知道这肉有多好吃，这叫四季豆。洗鸡，请我佛谢谢你，感谢王爷，我拿做佛鸡洗鸡。大家都去做吧，都去买吧，还不要忘记给我们评论区，还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哟。